看了这么紧张的、压力很大的新闻画面，来看一点轻松的。这个话题是来自于美国政府要抗中，但是民间的交流却越来越频密吗？有几个网红走到了这个大陆去，自己亲自看看。其中这位，我也没听过，叫甲亢哥，很红啊。他去走长城，就被个阿姨偶遇之后，他们有个画面很有意思，就是个阿姨直接开这个美肌，还有10级美肌的画面，所以这个网红当场变成了一个外星人的脸，他后面的脸都扭曲变形了。哎呀，这个网红的影片画面被阿姨给上传，随便都上百万的流量，就直接200万吧哦，让这个甲亢的 YouTuber， 他叫做 I is how speed 哦。这个他也哇，好神奇的阿姨啊！随便一个流量都这么大，跟民众互动、吃美食、交通全程都直播，碰到的人也通通都能够上到画面来。被形容这个是已经可以说是美国民间呢自己自主性的跟中国大陆交流，去认识大陆当地的民众啊。还有一个抖音难民，因为美国要禁嘛，虽然说要各种的方法，法令还在争夺战当中，但是呢，他们转到小红书之后，认识了一个中国大陆的家庭，结果双方因为小红书的结缘呢，2个家庭就见面了耶，就一起相约见面，在中国大陆玩，好可爱哦。我们看一下画面哦。Sweatshirt here. Let's be friends. 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好温馨的画面。交朋友很有友谊，不是很好吗？2023年，习近平曾经在会见比尔盖茨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他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中方始终寄望美国人民希望2国人民可以友好下去。这如果是我们的网红，像这样拍个吃喝玩乐影片就会被出征了。例如钟明轩，不就是这样吗？美国人都可以了，我们台湾去居然有这么大的压力哦。所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见了一些除了国内的科技界的这个领导人、领袖之外，最近被最瞩目的是，因为像路透社所引述的德国汽车制造商 BMW 啊、宾士啊、美国晶片巨头高通执行长这些人呢，28号也要跟他见面。而这个见面最大的意义是说，要因应美国关税的时候，他是跟美国政府在对抗，但是民间企业呢，则是有不同的拆分做法。那一方面，对于官方做法，从 WTO 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来做反应，那同时呢，还有报复的关税10%到15%去应对川普的政策，但是呢，北京不领情川普说针对抖音的问题啊，因此来降关税，他们坚持最终的立场一定要踩稳，但是民间呢没有要把这个仇恨延续下去，相反的欢迎鼓励美国的企业到大陆去投资。所以虽然华府智库主席弗罗曼特别讲美国逐渐学会模仿中国大陆的成功策略，甚至类似的保护主义呢，也会让这整个市场需求的供需方出现了大变化。那这种战略指导的做法，竞争已经以中国胜利的角度画下了句点，还不知道这还有的战美中的对抗才刚刚开始。但大陆抓紧的是盟友又再救了马来西亚一次吗？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也准备宣布新轮的进口关税，每天都有嘛。这次是要把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也处理掉，那有可能成为他的攻击目标。马来西亚呢，看到过去这个曾经日本的车商进到马来西亚去，结果有了政府的合作扶植，风生水起啊。结果这家宝腾进军海外，却是不停的吃瘪，销售情况不如预期之外，还负债累累，最后卖不好啊。那现在转手给中国大陆来接手，这中国大陆极力接手了之后，反而让这个起死回生。宝腾这个品牌，那甚至吉利汽车提出了改造的计划呢，让马来西亚现在连要面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尤其是在汽车的部分关税，都可以获得不同的鸡蛋不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难怪马来西亚的战略所主任说，如果东南亚面对来自于美国这个叫做腐蚀性的贸易政策的话，那么可能地区都没有选择啊，只好转往北京交朋友去发展了。赖教授，美国的一个网红到大陆去说，这才是真实的中国，他不会被美国的政府、为美国的1450出征，不会被美国的政府约谈，
台湾的一个网红到大陆去说这才是真实的大陆可能那回到台湾，甚至还没有到台湾，可能就被1450出征，也可能会被这个绿色的这些机构来去约谈，然后甚至有一些人还有可能被驱逐出境不能够再进入台湾，然后搞得妻离子散取消国籍，对，然后那个母亲跟孩子不能来往，骨肉分离，不知道哪一边是独裁，是美国是独裁，还是绿营的是独裁，还是哪一边是自由民主，还是哪一边不是民主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去好好的思考。那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呢？贾抗哥是美国的顶级网红，你知道他有多少粉丝吗？3700万粉丝。哎呦，美国人哦，他有美国在全世界有3700万粉，这样的一个大 V， 我们讲的顶级的一个大 V， 他的以一个擅长夸饰的方式来表现他这次的直播6个小时不得了这体力相当惊人，而且呢，他的制作团队也很厉害因为这是完全是个人的一个来往一个到中国大陆来去做节目，6个小时的直播，500万以上的点阅率、观看率，而且已经还在他的影片在网络上在走的时候，还一直在有高的点在往上爬。那难怪这个仇中反中的法国的一个国家的官方媒体、国际一个媒体，他都不得不惊叹说这是仇中反中的法国的国际很有名的是很有名，是法国政府出资的认知作战的一个工具这个媒体呢，他就自己就不得不惊叹说，美国人、美国政府、美国的政客花了数十年，投下数十亿美金，要丑化、侮辱。然后中国大陆，然后要让整个美国人恨中国结果一夕之间被美国的这一位大 V 整个瓦解了，6个小时之内。对，6个小时之内整个瓦解了，因为这位顶级的大 V 他是从上海到北京，他包括搭高铁，包括在中国大陆，他的名言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这是他的名言，就是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他说。中国大陆的民众就是跟我们台湾其实广大的民众一样，除了少数的那些这个想要搞绿色戒严、绿色恐怖或者是1450的少数的人以外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跟大陆的民众其实都是同出于一源，都有相同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我们是热情的，我们是真诚的，我们是好客的，我们是友善的。所以他到中国大陆以后，他发现大陆的民众是这么的热情活泼，然后呢好客，还有就是现代化，高度的现代化。这个高度的文明、高度的现代化，让他很惊讶的说，这才是中国。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媒体仇中反中的主流媒体跟美国的政客花了数十亿美元，搞了几十年筹划的中国，原来那是一个不存在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他所看到的。你想想看，他在美国的扩散力跟影响力有多大？而且他的影片的流传这么的高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美国网红，还有其他国家的网红都到中国大陆直接去拍片了。更可以明显的凸显为什么怕民间交流嘛？这影响力太大了。郑老师，你刚刚讲这个民间交流就非常重要了其实我看中国大陆这个开放144小时7天的这个免签之后。不只是美国，其他像世界各地，除了少数一些对中国不友善、没有开放，比如说立陶宛这些之类，来的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进去之后都非常惊讶。我当然可以知道了，就是说长期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就是要丑化中国，但活生生看到这些网红进去中国大陆亲身体验，每个人都回来否定自己说，那我以前到底在我们的国家所认识的中国是怎么回事？怎么到了现场差距这么大？那种落差，我也觉得说，原来实在是那个下毒之深，非我们想象的。你理解是一回事，你真实就要说，原来真的是下毒，已经这个美国人太厉害了。那其实比较有趣的是，我看到印度的几个网红、几个博主也去，中国大陆的这个美国的认为说，他本来就强国嘛，大陆很差，我们美国很棒。结果一比发现没那么差，而且中国大陆有些东西他们还很羡慕。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本来美国就比较厉害嘛。我看到这些印度博主进去，
有一个东西更有趣。原来印度人都认为我们比你们中国还厉害很多，不止一点点啊。他们认为说差很多啊，你们根本就不堪一击。结果一进去就发现，我的老天怎么跟自己想象中差那么多？所以中国人就是一种亦庄亦歇，又有点讽刺说那个，但是又觉得说，哎呀，不要太跟他计较。这个也是让我出乎意料之外。哦，印度人原来我可以理解他们大国嘛，他们当然要强嘛，他们要发展。可是为什么会如此的不理解中国，而且扭曲到这种地步，而且把自我膨胀到这种地步？这个啊，说真的是还是冷战结构之下的产物啊。然后当然。因为包括整个川普上来之后，莫迪印度老先呢，他的政策也在改变，最近对中国慢慢比较缓和。你看上个阶段配合拜登，而且甚至连他老朋友俄罗斯啊，这个关系都有点拉远。那对配合拜登对中国不断的骚扰，在边境制造很多事情。他现在发现说，川普不一样啊，连他妈的这印度都要修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从一个总体的关系缓和，民间。你特别刚刚主持人提到说，那民间的交流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也看到，包括韩国的老百姓去，那我说怎么会呢？哦，后来我理解了，你这个政治人物的交往是一件事情，那里面双方的经贸往来，这就是有钱人。这有钱人事实上啊，包括这个企业家，都有很多具体的利害关系。他们就算中国大陆很多东西不是他们原来国内宣传那样，他没有必要去讲真话嘛，得罪自己国内的政策，那政策就要丑化中国。那所以一般的民间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资讯。那中国大陆现在一开放，一放换免签，来的都是所谓平民对平民，包括前面讲到 TikTok， 从 TikTok 里面这些，这个感觉都不一样咯。那你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主导啊，活生生就是大家经验的直接交流啊，那个产生的震撼力，那个瓦解力，那个真正的民间交流所看到的真相，然后对照过去国家机器主导的，而且恶意丑化的。那再加上川普这次啊，没有再刻意要去丑化中国，真的是一下子两个落差，民间的这个提升了对中国的形象，政府的过去的丑化被瓦解，这一波中国大陆说真的是对自己的国家的国际形象加分不少。那我们台湾没跟上这一波，现在制造更多恐怖，增加对中国大陆更多的丑化，这真是糟糕。我们是开的倒车，这不知道如何是好。曹县长。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美国的前贸易代表啊，他在 Foreign Affairs， 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国际事务的这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关系的期刊里面，他讲到了中国已经重塑了这一个国际体系啊。那他是怎么形容的呢？他讲了几件事情啊，也就是第一个，他说在川普总统执政的前几周呢，他一直强调将制造业转回到国内来，而且他告诉企业，为了避免关税，他们应该要在美国生产。那我们讲到说，这种关税和保护主义以及投资主义，其实最主要的是推动它的国内的一个生产措施。可是我们看到华盛顿在这个经济政策突然改变，其实他们回想到。其实，这个是过去1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如此。那为什么现在美国变成这样？所以其实美国现在走上了10多年前中国大陆的路，反而是中国大陆因为现在它已经从世界的工厂变成世界的市场，然后2025年，也就是今年啊，几乎已经达成了。有关于中国制造的部分，而且已经部分的完成了我们叫做中国标准。这个标准一旦是由某个国家制定的话，那对不起，后来的跟随者你都要不断的付出非常多的权利金。所以我们讲说啊，那这一篇文章它主要的内容，他说。以往美国一直认为，他们让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之后，中国大陆就会变得跟美国一样，变得跟这些自由世界一样。结果没想到，中国大陆整体的经济起飞之后，其实是大家变得更像中国大陆。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有关于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啊，其实它的重点。其实大家很难想象的，它叫做全面释放发展动能，共促全球经济稳定的增长。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认清了，
真正带领全世界前进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大陆。接下来关心科技议题，在科技议题呢，大陆最新的一个宣布，让欧美国家都很震惊。那为什么呢？因为国科院发布了成功突破深紫外光谱光机这个光刻机啦，已经可以波长193nm的光子的话，也就是说，跟艾斯摩尔走不同的路径，仍然也做到了3奈米喽。理论上做到3奈米哦，所以理论上跟实际上可能有一些技术上的差异，但理论就是在科技封锁、晶片封锁这一点，他走出了自己的路，这是很明确的。因此，荷兰商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拜托欧洲要自己决定要什么，因为美国一直在施压，要求艾斯摩尔禁止出售晶片或最新设备给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自己已经绕道自己做出了各种不同的新产品跟新技术之后，他就说你欧洲还要受制于人。那官员如果再不支持欧洲的领先公司，我没有得到各种支持，只是被限制的话，那我们就不想留在欧洲了。这是艾斯摩尔执行长福克公开讲出来的话。那川普的下一步呢，要瞄准的还有半导体跟制药，因为刚刚突然宣布的是汽车的25%的关税。巴克莱银行经济学家则是更忧心。其实川普也之前讲到了几句话，但大家都很认真的看待了，因为他讲到可能随时都会发动啊，像这个所谓的关税对制药业。对亚洲新兴，像印度也一样，新兴国家制药业都是最重要的关税，可能会被伤害到的重大冲击的地区。但是以科技上来看，中国大陆这个领先的机器人啊、AI 啊各种技术里，可以直接看到在中关村北京的这个最新的展览里看到的展览年会里头很可怕有机器人帮你导引已经不需要人了。看看画面。你好。请介绍一下中关村论坛。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以新知识生产力与全球科技合作为年度主题，设置5大板块。山东有哪些著名的景区？山东的著名景区有很多，比如泰山。哎呦，那个是人我刚看不出来，那个是机器人看起来像真人一样。我以为是警卫。真的警卫保全，他是真人所以他已经拟真到这个程度吗？还是他是问问题的人总之，刚刚看到的是这个尼亚啦，他这样帮记者介绍会场还有机器人会干嘛？会写书法，不用人应该写的会比我好看嘛？写书法机器人，哎呦，这真的是好拟真他是人，他实际上擅长很多这种，看起来真的好像真人让我们都分不出来他是人还是机器人了。然后还有除了书法这种写法看起来还是比我差一点。没有啦，我说可能越来越厉害了。下棋的人，哇，围棋什么都有，靠着氦气悬浮无人机操控的 AI 零重力方块，还可以配合红外线追踪灯光，跟真人来跳舞的也有。哇，各种的技术在。你看看这个画面，像真的人一样，这个方块就可以互动，在 AI 的这个应用里头，直接展现到艺术跟美跟舞蹈的角度上呈现，已经不再只是科技层面了，它可以跟人文来结合，这是最厉害的地方。还有全球首款研发出来急救机器人，医疗上的使用现在很受关注在亮相之后呢，是中国大陆一样是自主研发的，具备奔跑、爬坡这些功能，用来干嘛呢？尤其在一个艰困，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大地震，这么多人需要急救的时候，如果人来不及，人有时间、体力各种的地形上的障碍的时候，机器人、机器狗这些各种的作用，就在这个事故里最好应用了耶！这直接看到了，可以应用到所有的现代人可能人力无法达到的救灾，都可以呈现最佳效果。还有呢，大陆在最新叫招 AI 迎春招啦，其实就是征才啦最新的一波征才的现场里头，征求的行业 AI 行业直接增长了33.4%，最抢手当然机器人、演算法工程师啦，还有调试工程师这些，这是未来不会失业的，不会被机器人取代的，就是这些 AI 可以研发跟写程式的工程师。那美国机器人企业呢，已经集体上书了担心想要在人形机器人领域领先中国的话，必须要有国家战略包括了特斯拉啦、波士顿动力这些国家代表都是一样那不是马斯克每天都可以跟川普讲了吗？那到底如何可以让中国的领先不会把美国完全的超越？还有这个佛里曼提醒的是说，因为两国必须要谈了，因为如果 AI 没有受到制度的规范的话，将会是人类的灾难。戴老师，我同意。但是问题就是，目前来讲怎么谈？有环境吗？有条件吗？
以这种川普的好斗怎么谈，而且他的善变不守信用怎么谈？我觉得难度实在是太高了。先谈封锁，美国欧洲的国家，甚至包括日本等，那他们都认为用禁止封锁，中国大陆就走不出来了，然后就是要让中国大陆死，就是要把中国大陆搞死，其实就这么简单一个态度。但是问题是搞不死的，而且只会让大陆越来越强大而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韧性嘛。其实中国人的脊梁骨是硬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知道，你越打压我，我们自己本身的抗争的力道就越强。杀不死我，必使我更强大。对你只会让我更强大而已。因为其实我们常用比较粗的话讲，就是老子就跟你斗，就跟你没完没了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是一种文化的内聚力在里面嘛。我们常讲说中国人的脊梁骨是你压不倒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尤其是士大夫不是讲士大夫，我们的读书人的文化就在这里。好，那我们看到了，其实艾斯摩尔的 CEO 他很懂，忧心啊，对啊，很忧心。然后他是真正的行家，为什么？因为他是独家的，所以他为什么美国的压力再大，他都要在中国大陆继续对设服务中心，因为他知道，你如果真的要把中国大陆弄死，他一定会想办法走出一条路来，而且这种科学的东西、物理学的东西，迟早大陆会走出来。事实上，一旦每一次大陆的理论一旦突破以后，很快的应用就发展出来了。现在是理论已经突破了，所以艾斯摩尔的 CEO 很清楚的知道，大陆很快的它的应用科学就做出来了，迟早，而且可能很短的时间内，一旦大陆做出来了以后，坦白说，艾斯摩尔他的竞争者就出现了。要卖趁现在的意思吗？他已经快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因为大陆它的绕另外一条路走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低耗能。艾斯摩尔是高耗能。第二个，艾斯摩尔艾斯摩尔要打出那个极紫光，它要经过很复杂的工艺，那中国大陆没有，它把它省略了，所以它是低耗能，然后更简易，还有在哪里体积更小，然后它的成本就压缩了。所以我虽然可以做出这个没有台积电那么高的，但是问题是没有几家要做到2奈米、1.2奈米啊，因为3奈米其实就够用了，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半导体公司，一旦大陆做出来以后，就直接向大陆下订单了。那你艾斯摩尔就有一个竞争者，那它的市场就萎缩了。未来中国大陆整个市场都可能是买自己的国货，那你艾斯摩尔一下子少了将近1/4的市场，它还要做什么？更何况这个市场让它养大以后，它反而再跟你国际之间竞争，你艾斯摩尔变成有一个最强大的竞争者，你艾斯摩尔还有定价权吗？休息一下，马上回大家都还在关心缅甸、泰国这边的大地震后续的灾情。如果我们科技上有这种机器人直接可以进驻，当然救灾就会好很多了。郑老师，像美国这个刚刚那个赖老师提到像这个 SMO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新闻，其实我前几天都看到，我没有认真看进去。为什么？我在反思说我的心理，真的有可能吗？会不会是中国大陆放一些风声？告诉说你们制裁我没有用，我是可以突围的要做这个虚虚实实。可是你看6代机，中国大陆从落后到追赶，然后到上次打成平手，怎么有可能忽然间超越领先？你看看川普这几天对6代机说我有没有，一看很清楚，那个虚的就是落后。那这个就增加了我对中国大陆真的是从追赶到超越到领先的这个信息是真的，而不是说这个虚张声势。当然，大家都知道，有关这部分光科技是非常大的一个短板。原来那些美国那个欧洲说给你这块图纸你都搞不出来，到慢慢从很自信到很傲慢，慢慢不淡定。所以我是觉得说，中国大陆是追赶的很快，真的可以完全不受制于那样，就是独立走出来。你问我当然是内心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个是真的。可是总是有点保留说，会不会也是像刚刚讲空气战，然后放出风声会不会能够让也许制裁不会那么紧？但不管怎么样，
中国大陆是包括相比最近的欧洲，因为被打得很惨，实际上是很清楚的觉悟，没有走自己的路是不可能真正永远要被人家卡脖子的。欧洲过去这个被搭着美国还刚当帮凶，这一下才醒了，醒的问题是时间已经错过了。现在很多东西都中美两个都领先在竞争，欧洲已经抛到后面去了。所以就这个格局来讲，还真的应该感谢川普上个阶段先打中兴打华为，一棒把中国很多人都打醒了，然后拼命追赶，加上中国的这个人才，加上这个中国的资源，是真有可能至少跟他打成平手。那这个世界的这个权力结构就不可能再由美国人一家独大、一家独霸。我认为这是好的事情。进下广告，马上回来。看到大陆最新公布这些机器人，我们刚刚看画面自己吓到，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人，还是机器人，它会下棋，什么都会我们如果有看过今年春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扭秧歌，所以不用怀疑，这个是真的。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做出这个极紫外光刻机的部分那其实小舰长很久以前就说过了。那当然我们的这种说法是建构在这个行业里面的高手。我们看到这 NEC 的主管他早就说过这件事了，他就说日本他其实说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各种科技战呢，你可以维持一时，但是无法长久，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举国体制很快就跟上来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郑正基老师待会儿马上加入我们可是，在国际间现在发生了重大的灾难消息，哇！听了心惊惊，有各种不同的报道，有说规模7.7，有说规模7.9的，来自于这个海外的各种报道数字。目前说规模7.9的地震发生在缅甸。最近因为日本说这个100年地震的轮回又到了日本，日本还没发生，他们很警戒，就想不到先发生在了缅甸。曼谷呢、缅泰附近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况，因为有大楼倒塌。震度因为很浅，才深度才10公里以至于在发生12分钟之后，就再发生一次6.4规模的地震，在泰缅都有严重的感觉，余震不断的晃。那社交媒体发现呢，曼谷一栋30层楼高的建筑大楼直接倒塌了，好可怕！30层楼高直接倒塌，然后据报至少有43人失踪，这只是最起码的评估，恐怕人数远远不止于此。现在泰国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宣布停止所有的交易，而且呢，曼谷 BTS 轻轨啦、MRT 的蓝线呐、紫线呐，都暂时停止服务，因为还有这个桥梁倒塌呀，因为包括了总理贝东丹召开紧急会议准备进入这种紧急状况，里面有各种的状况。缅甸呢有骨牌式的断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桥，网络上传出了很多影片，直接跨海大桥倒塌了。哇塞，刚刚30层楼的楼倒塌了，现在这个桥直接一节一节直接在河面上断掉，断到水里面去，吓坏了。这真的多区在邻近的附近也有建筑物倒塌的状况，包括了有寺庙，还有救援人员呢从瓦砾堆救出了满面流血的伤者，现在还没有办法公布确实的伤亡数字。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数据显示的地圈地图里面，看起来范围真的非常的大。泰国、缅甸，现在泰国先进入紧急状况，缅甸呢，因为接下来还有海啸要发生，连在中国大陆的部分，云南地区也有感。看看画面，在云南这里也有高楼砖石掉下来，砸到这个民众，还有楼顶水库，就像这个水塔直接破掉倒下来的状况，直接弥漫在街上，附近的民众都惊恐的窜逃赶快跑这样大的大地震，云南消防局迅速赶快集结出动，这个3个地方大地震都有感，大陆甚至发布了海啸预警根据央视的报道，大陆的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初步研判，地震的参数
可能会造成在震源的周围引发局部的地震海啸，但是不会对于大陆沿岸造成影响。但是这几个地方现在泰缅的伤亡，显然另外有报道说可能上千人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没有办法掌握。但希望大家都平安，想办法赶快这个天灾的状况突然发生，一起急救的资源帮助起来哦。但是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人祸是一些人在像美国总统川普所造成的关税壁垒吗？那以这个大陆想要面对川普的做法呢，他们做法是个别击破，包括了去见日本的石破茂，王毅去到访，那他说他3支箭叫做川普、历史跟台湾，当然其中包含了台湾。北京特别提醒日本跟川普啊，你要保持距离哦，不要忘记今年是2战结束的80周年，还有关税战山雨欲来。4月2号最新公布的是什么呢？3号马上要连汽车全面，只要进口到美国的汽车，通通要25%的关税，各式各样随时会发生。但是川普2.0，欧洲政要呢，还有个开春的访中潮，都是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中日的经贸再脱钩的话，美国在关税压下来，包括欧洲、包括日本，所有国家都会挂掉。所以法国的外长巴霍特别也在27号北京跟王毅见面了哦。在这个会谈里，意大利的参议长呢一起访问中国，都是寄望说这也是一种另外的避险之路，否则的话，全部由川普来操纵的市场情况的话，欧洲哪里挡得住？只好另辟蹊跷。川普要征的这个汽车关税，南韩赶快有个急商的对策，刚刚才避过了这个弹劾的总统代理总统呢，恢复职务，赶快来因应哦。包括日前宣布对美国投资210亿美元，比我们台积电少多了哦。现代汽车短期之内才刚刚谈下来，我不是投资你了吗？同样也要避免负面的影响，因为韩国最严重，它在美国的销售汽车出口量高达49.1%，这么高的依赖。关税直接面对的就是它，而中日韩的经贸部长要见面，这是罕见的画面。过去都是美日韩三方，现在中国大陆也加入了跟日韩经贸部长要举行3番会谈，谈什么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3边自由协定，这个各种的合作供应链，也是一种对美国的对抗和打脸吗？难道美韩跟日三方的关系也不一样了吗？那所以当中印之间相对紧张的关系现在也和缓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的变化在其中。中印26号举行的外交部官员磋商，形容双方已经对于敏感的部分妥善获得了解决。而印度军机有一个新闻，网络上说，是有无人机意外飞到了中国大陆的领空，结果被夹持，被电子设备给夹持，由解放军这里来进行吗？那结果现在这个印度特别陆军正式发表声明说，都不是真的。但至少在中印目前的关系相对已经和缓下来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希望他们太过密切的这个报道或者是这种风向在带呢？还有金正恩也秀了一个新款的无人侦察机，大家都在观察北韩的动作，因为相对不可控的也还有北韩啊。北韩说这是最新款的自杀式无人机，那跟无人侦察机都搭配了 AI， 很厉害。不过看到外形而已，因为外人无法得知实际的状况嘛，只能看到他所公布的有限的资讯、画面、照片里面，看起来却跟美国的全球鹰这个 Global Hawk 这个无人机啊一模一样，看起来外形太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技术支援呢？戴老师，天灾人祸啊，先看看在缅泰这里发生的重大的规模7.7的大地震。这个当然是天灾啊，但是人祸还是有啊，原因很简单，7.7规模，因为刚开始在3点的时候估计是7.9啊，现在往下修正，又往下修了吗？7.7，这个已经是比较接近准确了。第一个时间宣布出来的就是说会有数千人罹难，数千人啊，那也就是说无法计算到底会有多少人，但是由于它的规模太大，而且整个震央跟散布的面积太大，所以再加上这些建筑物本来就不是我打在很深的岩盘上，它目前来讲所看到的是浅层的一个地震，所以它的造成的这些寺庙直接倒塌、桥梁断落等等，它的伤害确实是很大啊。为什么我说还有人祸呢？因为刚好在这个时候，缅甸还在内乱中，还在内战中。那由于缅甸的内乱内战所以缅甸的政府
基本上我们预估它没有办法有效的组织这些救援的力量，那当然这就是人祸了啊。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缅甸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因为我们都在台湾，因为是地震的这个频繁的一个好发期，所以台湾的所有的民众都有经验，就是我们常讲的抢救的那个黄金时间72小时，甚至在往前缩到48小时。那也就是说，前3天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政府它基本上是处在于内乱内战的里面，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这些救援的力量，那你想，被压在里面的人，他很有可能一天一天过去以后，他原本可能可以救回来的，结果都没有办法救回来，扩大伤害。所以我个人认为，缅甸在这个时候应该尽快的寻求邻国跟国际之间的协助，因为除非这个方法，不然缅甸自己无法能力处理事情。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除了缅甸以外，泰国也本身也是一个这个受灾区，所以泰国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经济状况真的是不理想那经济状况不理想，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受灾，我觉得泰国也是需要援助的。还有缅甸，它要防的是海啸，因为一般来讲这种大地震接着马上海啸过来，所以沿海的地方要赶快梳理。可是问题就在我们还是在强调，由于缅甸陷入内战的状态下，那能不能尽快的从沿海的这些村民赶快疏散到一个安全的地带？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一个海啸一旦过来，你还记不记得印尼的大海啸？好可怕，也是隔了好几天，它那个海啸才到。这个度假村里面，涌进去以后，对，那我觉得在过去都有经验了。那在这个情形下，如果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疏离，那沿海的这些村落很有可能都会成为一个重灾区。我觉得这个是国际之间要对缅甸真的要施以援手，尤其是东盟，因为他们是一个大家庭，也应该要施以援手。这个都是这个义不容辞的这个责无旁贷的一个工作。不过我个人是认为说，你看日本都会觉得很警戒，因为日本很担心这个轮流的大地震已经快要轮到日本来。他们是专业的分析，时间又到了，那个断层的活动。其实台湾也是。台湾，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在阿扁时代的时候，我们在中央灾防办到马英九时代，我都是这个委员。那我们跟地震中心、国家地震中心跟台大的地震研究所，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中，我们其实也是提心吊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英九时代说一直要极力的推出这个防灾这个都更。那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防灾都更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很科学的预测说是哪一天或者哪一年，但是如果从历史上来推断的话，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内。所以我觉得台湾也应该要跟日本一样不能掉以轻心，要保持警戒。日本都保持警戒了，台湾怎么可以不保持警戒？我们真的是强烈的呼吁赖清德把注意力放在台湾的防灾上。真的，看到缅甸那个7.7规模的地震，3层的楼就这样塌下来了。台湾呢，现在忙着什么？忙大罢免我们的防灾系统那时候土壤异化啦、都更好多的议题，现在有看到有人管吗？郑老师，台湾要引以为戒啦。现在日本有一个预言家说，今年7月会有个大的不得了的东西，那当然预言是归预言了。可是缅甸这个当然有点意外了你看那个楼是硬生生塌了。不过这个天灾是一件事情，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有时候人祸那刚刚提到一个标题说，大陆是不是精算要瓦解这个这个美国的盟友不过后面打个问号是对的。你看我先讲后半段最近欧洲那些你上面的资料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欧盟啦、法国啦、葡萄牙，哇不得了了，频频都造访中国，想要跟中国建立关系，这个看起来是好事但能不能因为这样就精算是瓦解？我认为中国大陆未必有那么大的主动，反而是欧洲、欧盟这些国家，他们吓坏了。大家都已经看到，不用我多言的，川普那些手法，是不是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出路在哪里？俄国当然是个大国，可是俄国现在自己在战争之中，资源有限，当然就向着中国来。可是过去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其实是很不愉快的。欧洲这些家伙都非常精左右逢源，两边都要玩，在玩中美之间，而事实上过去都是倾向美国的，随时可以出卖或者抛弃跟中国的关系，所以你给他再多好处，
他甜头吃完了，回头不认人，这个亏是吃多了。那现在他们欧盟自己吓坏了，自己觉悟了，需要另寻一个其他的资源。但这些我认为他们是没有错，比过去那个分量放更多在中国这边。但会不会骨子里面因为这样就跟美国的关系彻底的瓦解？这真的还是需要精算，还真的要说算计欧盟到底有多少的退路，他到底要不要独立自主？然后独立自主情况之下，一定要跟中国维持个相当好的关系。关键是不要像过去一样对美国言听计从，当他的哈巴狗，然后现在随时被他出卖，这个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如果完成，至少对中国来讲是个好事。现在全世界还在上升，然后还在未来还有购买力。美国如果到处加关税，那欧洲这些国家就碰到很大的问题。当然是希望说中国大陆这个市场能够给他们更多一个转换或者更多一个支撑。当然这个大家都充满了算计，不管怎么样，至少机会来了。那提到日本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复杂了。我觉得王毅这一次去，当然跟韩国见面，关键是在跟日本。今年就是所谓的华西斯战争80周年。日本当时这个战败国，可是你看这个战败国，尤其是在拜登时代，那个对中国是不友善。当美国的打手那个赤裸裸到一个地步川普上来，他们当然知道害怕。不过日本人是这样，其实也跟欧洲一样，他也是夹在几个强权之间，他们当然是希望左右操弄，给自己最大空间。那中国过去也是吃了不少亏一心希望说，中日韩大家形成一个共同很好一个贸易区，然后互济有无。美国人一棒打下来，这些家伙都挺不住都没有自主性那现在看起来是比较不一样。不过中国大陆这次姿态已经跟过去不同，就摆明有点是警告的，你们没有什么太多选择，而且你们如果还像过去一样配合美国在台湾事情上生事搞事，要保证你们有事。这一次已经不只是王毅前面讲台湾有事情日本找事，他们的军方现在态度也是很清楚。所以我过去也常常讲说，大家都在讲，当然中共不得不背着底线说，必要的时候那不得已要武统台湾。我一直认为说武统台湾实在是不高明，真的有一天要动武。如果我是从我的角度，如果我是老共，我一定打日本。我告诉你，最近也在讲说，哇，关岛美国在做备战。如果打日本打下去，后面一定牵连到关岛嘛，关岛也解决不了问题从美国的角度。他关岛敢跟你拼他飞弹可以打到中国的沿海，这个地方会受到很大损伤。所以如果真的干下去，我认为老共只有一条，就准备打世界大战，一定要核弹打到你美国本土，要不然你就让步。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没有下这种决心这个局部性的你来我往，那老美还是第一个，他拿台湾牺牲干他什么事？把日本有事去找事，活该你倒霉。只要让中国被拖住，他就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说，是他叫王毅这次去也是警告对方，不要再玩过去的游戏，你们看清楚，不要在那边阴险险的。后面如果真有事，就是你们要觉悟真的是有可能打你吗？日本这次也警觉到，在9州各地在布局。但我告诉你，就是我刚才讲，要打台湾，宁可打日本；要打日本，要打关岛。打完关岛，一定要跟美国本土做最后的，下定决心准备决战，要不然台湾问题是解决不了。条件上，我们台湾人最了解地震的恐怖刚看到这个7.7规模大楼整个倒塌、桥断料的画面，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台湾大家最担心，现在是担心战争两岸之间的兵凶战危是人祸，那还有天灾，各种议题，台湾政府都很需要关心我们这样讲如果根据 CNN 最新的报道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栋大楼的倒塌其实它是一个建筑工地那这个建筑工地那如果根据曼谷的国家急救医学研究所的这个相关的说明它现在直接造成了1人死亡以及50人受伤的状况。那为什么确定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工地嘞？那其实这个是 CNN 的照片。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穿同样的制服，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个工地工作的一个劳工那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呢，其实刚刚那个有提到说，其实2004年的那个无论是印度洋大地震或者是南亚海啸，其实它的规模比这次大的更多。那它的规模达到9.1那其实呢，
这个地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喜马拉雅山为什么那么高的原因之一啊，也就是我们来看啊，它其实也就是几个板块作用的结果。例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它其实缅甸板块。那在靠各位观众左手边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印度板块。那下面这是澳大利亚板块，以及这次发生地震的最主要的位置，其实是在欧亚板块的位置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板块就互相的碰撞以及挤压的过程当中，造成这个大地震。然后，而且因为这个地震啊，如果说爆发在缅甸这个地方，他们的一般的建筑物啊，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在921以后的建筑物系数是不一样的，对，那个耐震系数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所以我们当然啊，我们祝福这些当地的灾民都能够平安的度过。那但是我们刚刚其实也看到他们很快的动员了所有的这一些急救物资，而且我们看到泰国的总理啊，他已经直接宣布那个首都曼谷，也就是现在是他们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区域。所以在这边呼吁，如果我们国人有要前往泰国的，尤其是曼谷的这一些我们的朋友啊，那可能你的行程要稍微的做一下更改。那至于说我们谈到北韩的部分啊，北韩其实这2-3年来，我们大家一直注意的都是它的弹道飞弹的部分啊。那但是其实他们这几个部分有很大的突破。第一个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他们的无人机甚至直接的投入到了这个俄乌在库斯克的战场啊。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乌克兰其实他们有相当多的照片，也就是看起来很像是俄罗斯的无人机，但是实际上来讲，它是前后有别的啊。所以其实它是北韩的无人机。另外一个就很重要了，另外一个也就是他们现在也正在打造的是神盾系统的一个驱逐舰。那如果他们的驱逐舰神盾系统的驱逐舰下水之后，整个东亚唯一没有神盾系统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就是台湾。那我们一天到晚夜郎自大说我们的那个海剑2怎么样，对不起，那一个不是神盾系统。所谓的神盾系统也就是相位阵列雷达搭配的垂直发射系统，即使我们有华阳的垂直发射系统，但是没有搭配到真正固定的相位阵列雷达，其实作战能力还是差很多的。祝福泰缅云南这里当地的朋友都平安度过